都3天了，夏侯爷，我们跳不动，也弹不动了。弹不动了？夏侯爷，他们跳不动了，奴家可以。啊？皮囊不错，可惜是丞相安排在我这儿的眼线。毒士，果然传闻都是真的，你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毒士。毒士？我来送你上路，这把交椅不配坐。你这条毒蛇！前世的我已经是头把交椅，结果死后穿越到古代一个草包身上，还在这豹房被圈禁5年，日夜与禽兽为伴。报应啊，行气道，鄙人自当龙游入海，虎啸山林。万臣裴秀接旨：天寿6年冬，隐于庆春园弥坚平安郡主未遂，念你父亲裴简于国有功，免除死刑，改为圈禁。服刑已满，可离开豹房。接旨吧。我裴秀未曾迷奸郡主，是奸人所害。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，能捡回1条命就不错了，还不领旨？圣旨你拿回去吧，拿回去擦屁股。这是圣旨，你敢不敢跟咱家再说一遍？死推荐！5年的冤狱啊，与蛇蝎为伍，我受的这些罪，谁又与我平反？烧圣旨可是死罪，你疯了！不姓裴，河东裴氏，建国有我爹一份，把手伸出来。我赌的牌比你血还红，这5年牢狱是我给你弟面子，对我说话客气。这豹房我待够了，走了。裴秀，你圣旨都敢烧，那婚书也一并烧了得了。你哪位？我为知书祝贺你获得自由，今日前来是希望你也还我自由，把婚退了。我的夫君不能是一个强奸犯，一个草包，一个和毒虫作伴5年的怪胎。又是退婚？你们古代人逆不逆？就不能自我评估一下？能嫁给我，你自己能是个什么好东西？裴秀，你能不能清醒一点？魏家整个家庭的命运都寄于我婚事之上。我25岁和你订婚，你圈禁了5年，我等了你5年。今年我30了，我老姑娘了，等不起了，不想等了。明白，大龄是个你嘛，要不我娶你？差不多得了，有些事儿听听就好了，你自己说出来不害臊吗？下个月我就要嫁给清河崔氏的崔公子崔浩了，他接女帝的招贤榜，前途无量。而你烧女帝的圣旨，秋后问斩。我只希望啊，你死的时候血别溅我身上。招贤榜嘛，我也能接，你嫁不嫁？就你，明日女帝陛下将亲自考核有招贤榜的人，你和崔公子竞争逞强，有意义吗？还不如直接秋后问斩得了。好，明天瞧。嘿，连陛下的招贤榜你都敢接，你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，还敢到朝堂上来丢人！你呀，你连崔浩一根指甲盖你都比不上，真是天救我裴家！今天我打死你！算了算了，名字都不会写吗？这么还和我穿越了？老爹，你放心，我会写字，我还会英文。一会儿朝会，你只管闭嘴，剩下的事我来解释。看我回家我怎么打死你！武将列左，文官列右，
朝会开始。陛下万万岁！平身。谢陛下。陛下，臣来迟了。哎，我说李茂，你这抬棺进殿，意欲何为？东西真会作秀，不会是冲我来的吧？陛下，老臣今日抬棺上殿，要么将贼子装进这棺材，要么将老臣装进这棺材。右相有话，不妨直说。5年前，平安郡主被裴家之子裴秀迷奸，颜面尽毁，不得已出家当了道姑，一辈子的幸福毁了。昨天他又撕毁了圣旨，大逆不道。臣请陛下将此子处以宫刑。恭喜！我说李茂，怎么，你当我陇西的武官不存在吗？你敢动一下我儿子，试试！哼，裴老将军，你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呀？这辈子生个儿子来讨债，居然还拿一个强奸犯当宝贝，你是真生不出一个有用的种啊！好啊，下了朝啊，我给你媳妇生一个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说什么你？什么？你再说一个！有本事你说呀！说够了没有？说什么？这是朝堂之上，真当寡人不存在吗？臣还没有说完。如果今天不处置裴秀，就是我大业朝纲不稳，律法形同虚设。昔日天可汗曾言：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”如果今天不处置裴秀，那我等文官愿弃官归田。你文官集团是想威胁朕？威胁？不至于吧？如果觉得我威胁陛下，请站在左边；谁觉得我铁面无私的，那就站在右边。这就拉人站队了。这个怎么办？如何是好啊？哎呀，不知道怎么办啊！是，满朝文武都是右相的人，我被架空了，现在只有裴家支持我。难道我今日真要被逼杀掉裴家独子吗？陛下，臣有话要讲。你讲。臣迷奸郡主一事，恐怕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不过幕后的元凶，我肯定会挖出来。但是现在右相大人想杀我，恐怕还不行。狂妄！我李猫想杀的人，就是佛祖，他也留不住。那要是我接了女帝的招贤榜，招贤榜是陛下招贤纳士、培养帝师用的，那是皇帝未来的参谋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什么李什么猫，人们都说你笑里藏刀，怎么我接个招贤榜你就破防了？接了招贤榜，通过了陛下的考验，我就是天子门生。右相大人这么着急，把我送进棺材里了。哼，大字不识一个的草包，我看你能过几关？随后上殿。哎呀，真是能枪有力啊！不愧是崔浩这个人，看着就优秀。又来一个草包。清河崔氏崔浩参见陛下。才子崔浩，我还如何是他的对手？就是这孙子趁我做梦，拐上我媳妇，长得跟渣男似的。陛下，这是我等文官推荐的接榜人，比那些武官推荐的什么强奸犯、草包，是不是更适合当帝师啊？好了，右相，既然两位候选人都在，那比试便开始吧。第一题，治病。城外人得了瘟疫，裴秀、崔浩，你们谁能将他们其中一人救回来，这第一题就算过。这边是第一题的考场，开始答题吧。陛下，第一题考的是治疗瘟疫，比的是谁的医术高深。医术？我儿子只知道催情药的配方，这治病他哪会呀？完了！
陛下，区区治病而已，这有何难？来人，抬我百宝袋来。医术，这可是崔公子的强项。好厉害！第一题就考治病，有黑幕。差生文具多啊。鄙人不才，愿效仿祖师爷孙思邈。虚张声势，真是我大业的才俊。这是孙思邈在世啊！炎黄医术，千针百审。我先以炎针封住病人的五脏六腑，使毒素无法再蔓延，然后再以气功将病人体内的毒素排出。神医呀！妙啊！病灶已除，拿10圈大补汤来。当归、鹿茸、人参、枸杞、海参、天山雪莲，喝。药到病除，走2步吧。宝贝，你是我的宝贝，你是我的小宝贝。妙！到你了，裴秀，展示吧。这还用展示吗？我们赢定了呀！确实没有比的必要了。裴秀，要不你认输吧。陛下，臣以为崔浩不过是招摇撞骗，甚至都不算什么医术。放屁！竟敢质疑我！小伙子，说话可要负责任哦。秀，咱呐输得起，要不就认了。哼！老头儿，你闭麦吧。裴秀，接着说下去。崔浩这医术，他那个银针只是他的把戏，他这套医术的关键在于他那个10全大补汤。这10全大补汤确实是大，来，老爹喝一口。哎，这味道还可以嘛！哎呦，宝贝儿！呀嘿，忍住！陛下，如你所见，喝了这个药的人，就算是残疾人，他也会跳舞。这是一种致幻剂，名为50散。喝了药的人会癫狂兴奋，不过这种状态也可以称之为回光返照。病人1个时辰后，病情逐渐加重，再以回天乏术。秀，我该怎么办呢？该吃啥就吃啥，别有遗憾。净把邪术当医术，崔浩，真当寡人眼瞎了。裴秀竟然识破了，低估他了呀！陛下，崔浩年少无知，还请陛下恕罪。陛下，臣知罪，只是臣医不好的病，他裴秀一样不行。谁说的？我当然能治。秀，咱别丢这个人行吗？让你的！来人，脚下生火，高温消毒。你是要害死这些人吗？长官，再拿出皮一张，帖子伪直，蜈蚣6条，狱后找4篇。要混账！你巴不得他快点死呢！你这个毒士！陛下，裴秀此乃毒士行为，臣请诛杀此僚。完了，这回真的完了！这招贤榜招的都是什么骗子？来人，把裴秀给插出去！陛下，不妨先看看结果，再插臣出去。上仪器。这是何物？机操而已。这些毒虫是本地瘟疫村的毒物，取其血液，降低血液中的毒素，这样毒素不会致命，反而会产生抗体。治疗疾病，毒的抗体不仅可以治病，也可以让人体对毒性产生抗体，我称之为血清疫苗。血清疫苗？血清疫苗，真是可笑。
此人一炷香必死。秋儿，你是在消遣大家吧？毒还能制毒？瞧好了，你们这帮土包子！叶公子救命之恩！裴秀，真乃神医。这不可高度能！强效药饵，药到病除啊！你赢了，快！我你死不了。此子大才。这第一题，裴秀更优。开始第二题。陛下竟然赏识了吾儿，这还是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吗？这草包竟有如此智谋！这第一题考的是医术，你二人之能力我已知悉。这第二题不会如此儿戏。此题考的是正题，请问东北方的游牧和西南土司问题该如何解决？这个事之前就有问题了。此题不疑问，我大业数十年无数人的心血都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你去问两个年轻人，他们怎么会懂呢？是啊，陛下，此题太大，不宜多问。无妨，我想要听听年轻人的意见。陛下，这北方建州一族，臣建议开放茶马贸易，派公主过去和亲，这样他们就不会再攻击咱们的边境了。至于这西南土司，臣以为可以种金蕙了。哦，你的这些计策，你可知道送过去和亲的公主被建州酋长玩弄致死，抛尸雪地。至于贿赂土司那些金银，让土司壮大了10倍不止。崔浩，你可知情啊？臣死罪。爸，也许是朕期望过高了，有些难为你。裴秀，如果你也没有办法，那今天就到这里。臣不才。对于东北建州和西南土司，臣各有一条计策。放屁！你少说几句吧。滑天下之大吉，让他说出来，让大家乐呵乐呵。裴秀，此事严肃，不可胡言乱语，不然朕一定罚你。陛下，臣的策略不妨先听一听。你说，陛下，先说东北建州一事，困扰历朝历代多年，臣有一计，可破他国运300年。此计名为黎庭扫穴。嘿，好个黎庭扫穴！黎庭扫穴，细细说来。所谓黎庭，每年秋收时节，麦子熟了，我们便可发兵抢粮，烧毁建州食粮，掠夺他们的牲口，让他们无法秋收，名为黎庭，不留一棵树，不剩一粒米。好狠的手腕！嘿嘿，不愧是我儿子。接着说下去。所谓扫穴，指的是围绕建州500个寨子进行攻坚、屠杀、驱逐。凡是攻破的寨子，男人屠杀，女人送往河北道，和中原人通婚，补充人口和生产力。至于孩子，高于车轮的接着，高于车轮说继续，断不可。好个黎庭扫穴！去，把此事提上日程。是，陛下。裴秀，那西南土司问题呢？陛下，臣还有4个字，哪4个字？改土归流。改土归流。西南土司都是本地的酋长，都是些世袭的皇帝。改土归流就是废除他们西南土司的制度，改为朝廷委派流官统治。你的意思是废除土司制度？对，这些土司都是些地头蛇，不听政令，只有将他们改为陛下的人，西南才会太平。更何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铲除土司，设置流官，置郡县，将西南攥在自己手里。若土司反，留地不留人。说得好，好个改土归流，把此事提上议程。是。西南诸事，裴将军，你带兵过去，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，土司如若反叛，就地诛杀。诺。好你裴家，有此子在，
你裴家当心了。陛下，裴秀本就是个文盲，原本不懂这些，肯定是他们裴府背后有高人指点。这些原本不是他的东西。也有可能，但归根结底，此题我对裴秀很满意。虽然手段有伤天和，最后一题也是朕最迫在眉睫的一件事，是朕最后一个考验。长江两岸，阳城和淮城两地同时发大水，城内粮价飞涨，谁能帮朕稳住粮价，谁就是朕的入幕之兵。崔浩，你去阳城；裴秀，你去淮城。你们两位暂代御史一职，谁能最快把粮价稳定下来，即为胜方。即日启程。臣领旨。宣兵部侍郎之女魏之书入寝殿面圣。民女魏之书叩见陛下。抬起头来，让朕看看。听说你等了那个纨绔5年，可曾后悔啊？陛下，说您等一个人渣5年，您会后悔吗？不会，因为在第1年，朕便会杀了他。不后悔就好。横竖你也已经退婚了，朕想让你帮一个忙。陛下，请讲。朕今夜想让你侍妾。陛下，使不得呀，陛下。这跟你开玩笑的。朕今日遇到一个奇男子，此人阴险毒辣，却果断异常。朕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人才，就连以阴险著称的李义府也大骂他为毒士。是裴秀吗？听说他就是个草包败类啊！是草包还是人才，此次一去便知。支书，朕想让你和裴秀一起前往淮城，控制灾情，降低粮价，而朕也会作为你的侍务，做你的跟班，借机考察裴秀。可他真的是个草包败类啊！他不值得你帮朕梳妆吧。此次朕想当一个英姿飒爽的带刀侍。是。真好，朕还是第一次穿这样的衣服，像是大侠。陛下满意就好。那臣女告退。站住！来都来了，你以为说的事情是玩笑话吗？给朕谢驾。陛下，可我和崔公子有婚约啊！朕让你谢驾，你想抗旨吗？陛下，臣女谢驾。乖，过来，上来啊！是。你闹够了没有？我是去救灾，又不是过家家。魏支书凭什么让我等他？我都跟他退婚了，我还要跟他尽义务。你们大业的法典是不是要重写了？大人，你妈小的干啥？你骂魏姑娘去啊！我来了，出发吧。哟，看你今天气色不错嘛，好像被滋润过了。不会说话就别乱说。这是我的侍卫明夜，听说你要去救灾，女帝大人派我等监视你，免得你为非作歹。女帝大人派你来监视我，女帝大人也不挑人啊。此次前行，我权力有多大？监察御史，代陛下巡视天下，掌生杀大权。淮城一切，上至县令，下至百姓，皆可听裴公子指挥。包括你吗？理论上，我也得听你的。
哎，明艳，别动怒嘛，都是兄弟。这起来和女帝身上的一模一样，不用仔细看，这脸也一样。这女扮男装也太潦草了，让观众眼瞎吗？想监视？看我将计就计，看你能憋多久。你有事？兄弟，你嘴巴上的东西脏了。放肆！我帮兄弟擦嘴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好了，出发。御史大人，这就是怀城，城里灾民遍地，粮价从40文一斗涨到120文，每日都死人呐。现在全城的粮价谁定的？假不假？白玉为唐金作马，阿房宫300里，住不下一个怀城使。史家和贾家发国难财，那就拿他们开刀。史家、贾家，朝中有人呐。谁是他们后台？你一个小小的侍卫，问东问西，果然不出我所料。我只是好奇。好奇呀？真的好奇？真的？真的好奇？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你倒反天罡！兄弟，你还挺香的。没事，误会。我还是第一次被男人亲到，感觉还不错。裴笑，你要是再敢欺负我侍卫明夜，我弄死你！下官刘勉恭迎御史大人，城内惨状，大人见笑了。这几日暴雨将歇，城里贾史2大粮商先前以低价购粮，然后高抛低收，导致短短10日内，城内粮价翻了4倍。如果不是下官及时开放粮仓，这粮价恐怕翻5倍都不止。和草包说这些，他听得懂？此局好破，我有一计。大人请讲。先关闭怀城粮仓吧。大人，您是认真的吗？无知者无畏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混账话吗？大人，粮仓不可关闭，今日关闭，明日粮价就能突破150文。届时民不聊生，尸横遍野啊！裴秀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人命在你眼中如同儿戏吗？冷静一点，你们都冷静一点。我只问一句，知县大人，你开仓放粮能放多久？能放10日吗？只够8日，那就是慢性死亡。那我再问你一句，如果你是百姓，120文一斗，你买得起吗？买不起。买不起就对了。那你放出去的粮仓，那能到百姓的米缸里吗？我最后说一遍，关闭粮仓是通知，是命令。即日起，龙武让满城皆知。是。裴秀，你可想好了，这事儿要是玩崩了，可不是100条性命，1000条性命，那是满城之人的性命啊！5日内若城中粮仓不降价，那我劈头见女帝。你听说了吗？这新来的御史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。那御史来了又怎样？在怀城这粮价还是咱们兄弟说了算呢。官府发多少粮，我就收多少。所以这怀城的粮价只能我来定。朝中那位可发话了，让我顶住压力，顶住御史有来无回。贾兄放心。大人，新消息，御史大人一进城就关停了官府粮库。什么？疯了！这没有官府的支持，粮价还会再翻番。他一个御史担得起后果吗？新来的御史大人还说要宴请2位家主。鼻子亮丽，史文，跟我走一趟，看看这小子耍什么花招。提前去酒楼布置一下人手，给他一个下马威。好。刘县令到。哦，刘县令啊，给刘县令赐座。坐。你们这是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想让你坐一坐冷板凳。我担心大人的好日子过多了，不懂得忆苦思甜，帮您回味一下。我乃一封父母官，怎可无座也？在怀城，我贾史2家敬你才是县令。我们如果不敬你不过是一个会写字的泥腿子。都是兄弟，说话别这么过分。
赐茶。怎么，茶是凉的？御史大人一来，您就贴着热乎劲儿上去，等御史大人走了，可不就是人走茶凉吗？喝下去吧，刘大人。喝吧，刘大人，自己喝体面。刘大人想喝就喝，想做就做，还需要你们二人像太监一样伺候着吗？御史大人，御史大人，久仰久仰。赐座，赐茶。哟，凉茶，二位还是懂待客的。岂有此理！这些凉伤好大的威风。御史大人喝吧，喝下去，咱们都是自己人啦。我裴秀有个习惯，不是朋友的茶不爱喝。御史大人真猛啊！算你有点骨气。好茶你留着自己喝。不卑不亢，感恩还亲，好苗子。你好大的胆子！你知道我舅舅是谁吗？好害怕，快告诉我他是谁？等不及了。冷静，冷静。他爹是武安侯，杀人不犯法的。御史大人，刚刚是我等唐突了，请入座。这也叫做？您要是嫌弃，我也没办法。县里就这个条件，难做也得做，请吧。等等，贾大人，我裴秀平生不好高人一等，但是谁也别想爬到我头上来，难做是吧？那就别做了。瞅我把板凳全敲了。好嘞。疯了！我们才是东道主。御史大人，在这怀城，你确定不给我贾道这个面子？贾大人，不知道我是正三品御史吗？在这里，我将两位大人诛杀在此，我会负各种责任。请问贾大人和史大人是极品，你们能不能分清楚大小王呢？御史大人，小的刚刚莽撞了，莽撞了。御史大人，请坐。坐，请。御史大人，您看这样，我们知道您此行的目的，您也知道我们的原则。刚才呢，是我们失礼了，我们退一步，每斗粮价降1文钱，您看怎么样？不可以。那降2文钱？不行。御史大人，您是真贪心呐！5文钱，这可是我们的底线吧？也不行。那您到底想要什么？我不但不让你们降低价格，反而要涨价格。120文一斗，从明天开始给我涨到240文。但凡降低价格卖者，皆涨。好，哎呀，涨得大人好啊！不可呀！疯了你！还涨？什么？就把怀城的粮价拔高了3倍，这就是在添乱！这个逆子！这裴秀竟逞一些口舌之能，一派到地方就原形毕露了。哼！来人！大人，趁着现在怀城粮价居高不下，日久城内必定生变，给我派人追杀裴秀，嫁祸给难民。是。崔公子那边怎么样了？大人，有您的府库银钱支持，崔公子已经把怀城的粮价打到90文一斗了。哦，这一次我要让裴家在陛下面前颜面扫地。裴秀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你的限降令让粮价翻倍，百姓都快饿死了。裴秀，我虽是低微的侍卫，却不想你害死全城百姓。眼下只有一个办法，向朝廷申请拨款，减少伤亡。明艳，难道你也这么不看好我吗？不妨让子弹飞一会儿。大人，自从你的限降令下达后，城内的粮价已经直逼240文。现在五湖四海的粮商已经坐船来到怀城，码头门可罗雀啊。如我所料，该收网了。刘敏，在燕春分楼将五湖四海的粮商约过去。是，大人。裴秀，
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事态已经越来越严重了，哪怕是你爹武安侯，也未必能兜住这事。外地粮商汇聚，粮价居高不下，苦的还是百姓。裴秀，此次是你托大了，赶紧向朝廷申请资助，否则淮城百姓实不随意。我说了，5日打不下来粮价，我提头见你弟。渔翁已入网，该杀了。刘敏设宴春风楼。来，李大人，来喝。诸位来自五湖四海的粮商，裴秀有礼了。裴大人。幸好有裴大人，不然咱们粮商也不会赚得盆满钵满呀。来人，给裴大人上贡饮。裴大人，请下纳。裴秀，陛下让你体恤民情，赈灾救人，你却伙同粮商哄抬粮价，你还是不是人了？什么？粮商孝敬的不拿白不拿？难道我真的看错人了？眼前这个裴秀竟然是一个贪图小利的草包！我只当自己瞎了眼，等一个败类，等5年。裴大人，今天能不能帮我把粮价再翻一倍啊？若涨价的话，我们赏你银子。哦，都到齐了哈，大家吃好喝好，毕竟这是最后一顿。裴大人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龙武堵门，传我政令，环城所有的粮商不得离开码头，把码头给我锁死焊死，一粒粮食都不能放出城。是大人。刘敏大人，张贴榜文，官府发粮100文1斗。遵命。裴秀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干什么？瓮中捉鳖，关门打狗。诸位，我已经代表官府打开了仓门，放了粮。诸位手里囤积的高价粮食，该怎么办呢？裴秀，他妈的，这是卸磨杀驴呀！你还是不是人呢？大家给我把价格顶住，要死！是，就是顶住，顶住！哦，顶住！你们这帮外地来的粮商，跨越了几十里来这里卖粮，路上消耗了1/10不说，外加徭役加伙夫，每日的工钱加饭钱，每等拖1日，你们的成本就多1日。你们准备等多久？大家别受他威胁，只要咱们坚持3天，全城的百姓哪会求着咱们放粮的？我家还有老婆孩子，我降价，我只卖160文1斗。我只求货品卖出，我卖150文。什么？粮商竟然真的降价了？你的计策居然管用了！提高粮价，让外地商人信赖，再关闭码头，自己低价抛售，这样会引起商人的恐惧行为，会导致粮价的雪崩。这都是大人算好的吗？真是不可思议。各位，粮价的雪崩开始了，就看谁先把自己手上的粮卖出去了。我降价，我降价，我也降价，我降价！不可，还不明白吗？都进了这个阴谋家的局了，全国各地骗过来，就是要宰猪，可不能顺了他的意呀。对，只要咱们杀掉他，价格还会再回来的，咱们还能卖200文1斗。对，说的对，有道理。对，杀了错，杀了他。下作，怎么要物理解决我？杀了这个贼子，就是难民干的，哪怕女帝过来，查无对证。对，杀了他，杀了他。龙武，带支书他们先走，帮我来的。等等，不行，这样下去你会死的。跟我们一起走吧。裴秀，你虽然智谋过人，但不善战斗，跟我们走吧。龙武，还要说多少遍？喂，裴秀，裴秀，裴秀，自作孽！不可！听说你在京城被人称作毒士，今天我就给你放血，看看你到底有多毒。所以说，道理讲不通了是吗？谁跟你讲道理？今天就是要干死你！就你们这几个，上辈子挨多少杀多少。刚刚人多，不好展示。哼！
你们要是讲道理没有用，本世子也略懂一些拳脚。这时候我，这如同天上降魔主，真是人间太岁神呐！贾道，你怕他做什么？虽然他武器厉害，但是咱们人多呀！弟兄们，一起上，弄死他！你是杀人啦！真该死啊！别打，你就打没了！别！我的天哪！我操，没子弹了！不小了，他的武器早泄了，咱们一起上！咱们现在弄死他，干死他！停！能不能改天打？不行，打烂了我们的命根子，今天必须弄死你！愣着干什么？上啊！上！你们闹够了没有？他回来干什么？不要命啊！大人，我也拦不住啊！林燕想干什么？总算要藏不住了吗？你一个死奴才想逞能，看我不阉了你！放肆，还不快退下！拜见女帝大人。裴秀，你又想唬我？她要是女帝，我就是女帝她爹！我去你他妈！参见女帝大人！参敬女帝大人！参敬女帝！你们还知道朕是女帝？是我们一时糊涂。陛下饶命啊！我们愿意改过自新，低价收粮。是的，我们知道错了。是啊，我们知道垄断市场，低买高卖，致使淮城百姓饿死数千人。你们活腻了吗？刘民，下官在。将讲道史文即刻问斩。是。等等，女帝，我反对。裴秀，怎么，你还要给畜生讲话？杀掉贾史二人，我觉得此事不妥。是，我们不能杀。哎，对，又不是什么大错，不至于啊。臣建议对贾史二人灭族处理，主犯凌迟，从犯车裂。都师大人，请冷静。知道。还得是你呀，裴秀。也好，就将此二人九族消消乐。天下完了！诸位，有贾史二人作为前车之鉴，我希望你们思之见之，以后再不要犯错误喽。陛下，小人明白。我们这就去，我们这就去。是，我们不敢了。快走！快！陛下，下官也跟过去看看。启禀陛下，好消息啊！城中的粮价已经回到70万一斗了，远低于官方指导价，百姓家的粮缸都满了。还得多谢御史大人，足智多谋的让人刮目相看。谬赞。原来你除了会强奸女人，还会别的事啊！算我看走眼了。原来你也会承认错误。好了，此事已了。裴秀，我就告诉你2件事。第一，你和崔浩的粮价比拼并没有结束，需要回宫对簿公堂，再论功行赏。这第二嘛，5年前你强奸侮辱我的妹妹，
平安郡主，昨日他已回宫，怀里常揣着柄鱼长剑，不知道想要杀谁。那我就不回京了，我就驻扎在这儿了。常驻，朕可舍不得你。支书，绑他回京。是。没完没了了，这是。崔公子真乃神人呐，真是我大业的柱石啊！又向大人过誉了，臣也就是把粮价从130文打到90文而已，让全城百姓吃上饭，救活了1城的人，算不上什么功劳。女帝还没回来，你们就这么等不及邀功吗？我们还等什么啊？等着陛下回来亲自宣布崔公子赢了。与其相信你那个草包儿子，还不如相信我是秦始皇。李猫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事情还没水落石出呢。我李猫用人格担保，事情绝对不会出现转机。那个儿子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草包。你们输了，我们崔公子升官，武将下野。下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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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该下野？哼，你还敢来啊？脸皮厚也算优点啊。来来来，裴家小子，李猫，有话就直说。你在外面叫我一声李猫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；但是进了这个门，看上我这身官服，就得叫我一声大人。李猫大人，前辈要有前辈的样子，嘴碎的跟平康坊的妓女一样。放肆，敢对丞相不敬！我裴家将军也不见你磕一个呀。好了，够了！现在怀城的粮价已被崔公子打到90文一斗，你呢，草包？90文一斗，看来崔公子好像也挺努力的嘛。不过就是没什么天赋。太监何在？诺，汇报怀城情况。根据怀城县令最新消息，怀城现在的粮价是70文一斗。啊！来，你过来，过来！你放你娘的屁！怀城饥荒，粮食70文一斗，天上下的吗？这么便宜？大人，千真万确，这地方文书就是这么写的。告诉那个县官，明天不用来上班了，这是他妈欺君！啊！他妈的是收了裴家的贿赂了吧？你个狗奴才！李猫，说话可是要负责的，信不信我参你一把？看我！李猫大人，晚辈有一句话送给你：菜就多练，玩不起别玩。我玩不起，你这是欺上瞒下，搞出一个什么70文一斗的虚假数字，你拿我们这些文官当猴耍吗？是啊，就是啊。你这是欺君之罪！欺君又像严重了。参见陛下。爱卿们平身。谢陛下。朕作证，怀城粮价的确稀疏，因为朕刚从怀城回来。这难道真是裴秀赢了？这如何是好？肃静！朕颁布招贤榜，选拔人才，眼下正是看结果、看成绩的时刻。饥荒应对，反映的是一个臣子的能力和水平。崔公子治理的阳城，米价90文一斗，而裴公子治理的怀城，米价70文一斗，优劣，想必大家心里都明白了吧？裴秀虽然品行不端，为人阴险，毒计频出，思想极端，不择手段，但你在基层治理方面确实优人一等，是朕招贤岗所需之人才。来人，封赏。裴秀，朕的凤台舍人一职，你可愿意？陛下，臣不愿意。凤台舍人有什么好上的？要干就在自己家的地方干。陛下，臣想进兵部，求陛下成全。封裴秀为兵部员外郎兼御史，封崔浩为凤台舍人。谢陛下。陛下。陛下，你当真要封这个强奸犯为兵部员外郎吗？果儿，此女就是让我蹲监5年的罪魁祸首李果儿。平安郡主，好久不见。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见你，色魔！
你只是被区区囚禁5年，而我这辈子清誉全毁在你手上了。陛下，如果一个强奸犯都能当兵部员外郎的话，那妓院的妓女是不是也可以入宫为妃啊？裴秀，当年之事，你可以辩解。臣不愿辩解，臣无罪，臣知道自己无罪，冤枉臣的人更知道臣无罪。无罪？真是敢做不敢当的畜生！你有什么脸面当官？你说你没有做过，那你拿出证据来啊！当年的事本就是我做局给你们2个下药，时隔5年，你又有什么证据可以脱身？要证据是吧？好，诸位，请看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是崔公子的裤子，你闻闻。还有崔公子的字画，还有崔公子的，这是崔公子的手帕。你有病啊！你偷东西干什么？我裴某自幼有龙阳之好，时刻关注着崔公子，偷窥崔公子。我一直喜欢的都是崔公子，所以说我不喜欢你这种老女人。我一直喜欢男人，像身为女人的平安郡主，无论是曾经还是现在，我对你那种搓衣板一样毫无韵味的身材不感兴趣。我一直喜欢我家崔浩，所以你不要诽谤我们哦。裴将军，你说句话吧。孽障！我杀了你！滚！这如何是好？陛下，臣请诛杀子辽，不然臣还有什么颜面苟活于世啊！陛下，陛下，臣查过大业法典，大业法典并不保护男子的贞操权，如果遇到了，那就受着，与其痛苦，还不如享受。陛下，陛下，我的名誉啊！陛下，陛下，你好歹躲你！好了，浩儿，这人这么多，咱们闺房里说的话就不要多说了啊，我们回家说。哎呀，这是什么事儿啊？哎，不堪入目啊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抬出去。郡主大人，丞相大人，我给的这个字证如何呀？裴秀，你居然敢如此下作，诡辩！我自证，我举例。如果右相大人不服气，那你找个证据证明我不喜欢崔浩。皇姐，裴秀这等贼人，等日后我有了证据，必杀之。好了，果儿，你不在封地上京来，不会是专门来杀这个纨绔的吧？陛下，臣的封地早就没有了。怎么回事？今年你们西北不是大丰收吗？陛下，关西蝗灾，蝗虫遮天蔽日，庄稼颗粒无收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整个郡早就荒废了。蝗虫，请陛下移步殿外。这么多蝗虫啊！怎么办呢？蝗虫已飞入京师地界，何其可恶！可是好，蝗虫到底行啊！何其艰难！百姓民不聊生，该怎么办呢？都是啊！我大爷的臣子们可有灭虫良方？都说说。陛下，此乃天罚，非人力所能阻止啊！上天惩罚，丞相的意思，上天不容女子为帝，特降下惩罚，作为对朕的报应吧。老臣并无此意。蝗虫过境，庄稼百不存一，诸位可有良策呀？是啊，又想，请陛下下罪己诏，检讨自己，也许老天能开恩。检讨自己，你们也这样认为的？
请陛下下罪己诏。请陛下下罪己诏。好，一个个都在逼朕认错，朕错了吗？陛下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是国之万幸，请陛下下诏吧。臣觉得陛下并没有错，也不用下什么罪己诏。裴秀，又是你！陛下乃是圣君，有什么错？错，那也是那些虫子。裴秀，你可有什么办法？区区蝗虫而已，臣有一计可以轻松灭虫。他要是能有办法，我李义府吃500斤屎，我吃1000斤，我吃2000斤，我吃3000斤，我吃4000斤，我吃5000斤，我们都吃。无知小儿，你知道什么是蝗灾吗？你若是能解决，我不仅不追究你当年猥亵之事，就是嫁给你又何妨？好，李猫大人爱吃屎的习惯，我满足你。还有郡主大人以身相许，但是说好了，你只能做小的，做大嘛，你这姿色欠佳。你无耻之徒！陛下，臣有一计可解关外蝗灾。快说！陛下，蝗虫起源于收获之际，一般是先产卵后泛滥，眼下还没有到失控的程度。裴秀，你可真是个蠢材啊！这虫卵已在孵化的路上，你还能阻止它孵化不成？如何不能？臣有3计，3计出，国泰民安。第1计，抓。如何抓？悬赏，命令百姓在田野之中抓捕蝗虫，官府可以按照蝗虫的斤两换等额的粮食。此计出，所有百姓必会出动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妙计，结果是拿蝗虫换粮食。你这个草包，哼，真是太可笑了。哪里可笑？无知的黄口小儿！蝗灾来时，遮天蔽日，只需要一炷香，整个村庄寸草不生。你瘪犊子！我在这听了好半天，你又是搞什么？龙羊，又是抓虫，我看你就是那头虫。老头，骂我别把自己烧傻。裴秀，这田野中的蝗虫就难以捕捉，还有，这朝廷如何制定粮食和蝗虫之间兑换的比例呀？若比例过低，百姓不懂；如果比例过高，朝廷花费如此多的粮食，要这些破蝗虫有何用啊？谁说蝗虫无用？蝗虫有什么用？陛下，臣的第1计和第2计一起使用，才会有奇效。只会打嘴炮。裴秀，你第2计是什么？臣的第2计，吃。朝廷制定蝗虫换粮，再将蝗虫统一烧烤晒干，其味道与炸虾一般，可当作食物。胡扯！蝗虫味如炸虾，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鬼话呀？这是蝗虫，这可吃不得呀！吃不得，蝗虫吃不得。这怎么吃？难道这蝗虫真的能吃？若是这蝗虫真的能吃的话，说不定真能得到奇效。哼，祸国殃民。为何？陛下，臣虽然没有见过蝗虫，但臣也博览群书。以往有大灾之年，也有灾民服用蝗虫，蝗虫的做法也有数种。这服用的少，自然无碍；但是服用的多了，自然上吐下泻。蝗虫有毒，吃不得呀！裴秀，我看你怎么下台！陛下，裴秀出此草包计策，臣建议将他下狱，明正典刑。请陛下明正典刑。难道此计如此荒唐？裴秀，你当真是在消遣朕拿全国百姓的性命当儿戏吗？陛下，李猫大人，你说的对，也不对。哦，陛下，我刚才说了，蝗灾刚开始时，虫卵尚未孵化。臣小的时候看过一本书，天下蝗虫种类众多，大业境内肆虐的蝗虫为东亚飞蝗。此蝗虫名为东亚飞蝗。此类蝗虫分为独居型跟群居型。简单来说，蝗灾开始时，蝗虫孵化出来是独居型，这时候主要部位呈绿色。此刻蝗虫没有毒，肉质鲜嫩美味，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，炸完之后口味如同炸虾。上辈子我也是摆过摊卖过炸虫子。独居型和群居型，
还有，何为蛋白质和氨基酸呢？就是大补。一旦这些蝗虫铺天盖地，就会变成灰黑色和黄色，几个小时之内就会产生毒素。此刻蝗虫变成群居型，原来如此。眼下关中的蝗灾刚刚爆发，此刻绿色美味的蝗虫到处都是。我们应该大举捕食，不能错过这样的人间美味。真这么好吃吗？我也想尝尝。荒谬，荒谬！蝗虫是绿色，怎么可能是灰黑色？陛下，此子胡言乱语，还请陛下重罚。百官们，这蝗虫真分两种形态。原来还能这样啊！陛下，你可不要被迷惑了，此子要害我国祚呀！陛下，果儿亦觉得这裴秀何止胡扯，此乃欺君，希望陛下将他就地杖毙。儿啊，你说的这些爹听不懂，要不这蝗虫分种一事，我道个歉，不要再变了。谁会相信这种鬼话？太过滑稽，定不可能。陛下，臣兵部员外郎愿以身试探。来，上菜了。左边是青蝗虫独居型，右边是黑蝗虫群居型。礼貌大人，你先吃。我吃你个头！我肩上挑的2大业，2京1市3省的重担，我身体吃坏了怎么办？你不吃，你不认可我的理由，那你吃了，如果中毒，我裴秀人头给你；若你不中毒，那你就要给我道歉。那我是非吃不可了。你不吃，如何淘汰我呢？好，我吃。不过我要是吃出了问题，你们裴家也别想好过。这是青蝗虫，你来一只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！这个青色的蝗虫好吃，果然比炸虾还鲜。什么？这是黑蝗虫，你也来一只。呸！好苦啊！这个苦就对了，你吃的那只有毒。有毒。一种蝗虫果真有2种口味，真是好神奇啊！天哪，这太不可思议了！陛下，臣已经初步验证自己的理论，接下来就是推广。所有捕的蝗虫，臣愿意以身试毒，多多益善；还有全部绿色的蝗虫，臣愿意照单全收。为百姓以身试蝗虫，好胆气！你裴秀的胆子可真肥。这帮土包子不知道炸蚂蚱的好，我前世卖炸虫的时候卖的比牛肉都贵。蝗虫那等东西竟能下得去口，我当真是勇士啊！裴秀，这吃蝗虫一事事关百姓，倘若吃出差错，你们裴家也担待不起。倘若百姓吃出问题，我李义府就是拼了老命也要把你们裴家给拉下来。礼毛大人，恐怕你没那个本事吧？启禀陛下，我武安侯府愿以祖宅家产为抵押，由武安侯府出资收购青色蝗虫，以正孽子之言。武安侯也想参与？谁让我是这兔崽子的爹呢？押上祖宅家产，武安侯，你可想清楚？孽子也算是大器晚成，我这当爹的应该多多支持。爹，我会给你买橘子吃的。你们2父子真是好大的胆子！这国是朕的国家，天下兴亡在于朕，朕绝不会把责任都推到臣子身上。你裴秀，朕下注，所有支出从朕的府库里面出。既然群臣都无计可施，那就按照你的法子来。女帝大人认可，臣还有第3计。第3计？这小畜生有完没完了？生物防治，天敌相克。生物防治是什么？天敌相克。裴秀，这生物防治是为何意思啊？生物防治就是找一个生物强奸蝗虫。你会不会说话？神诈！陛下，天下生物生生相克，臣称之为食物链。食物链的顶端可以顺着食物链往下吃，蝗虫不过是底层而已。臣有天敌克。这个思路有趣，说不定真的可行。快说快说！口渴了想喝水。义子，
你说完再喝。古莲的好机会竟然不珍惜，嘿，这个逆子！此茶。好，裴秀，你若喜欢此茶，朕可以再赐你一些。快说说生物防治。蝗灾的形成有2个条件，一个是蝗虫数量过多，2是环境干旱。野外吃蝗灾的鸟类在干旱的情况下无法生存，导致蝗灾的数量剧增。臣有一个法子，从长安一带调集5万只鸭，组成鸭军团，赶赴关东。一天1只鸭能吃上百只蝗虫，5万只鸭一天能吃5000万只蝗虫。这是在理想状态下，臣将其减半，那也能吃上千万只蝗虫，10日最少上亿只，甚至几亿只。眼下蝗虫尚未长大，只是虫卵，只需数日就可使其大量减少。臣称之为生物防治。说得好，厉害啊，真是好主意啊！这还是我那个不成器的儿子吗？派遣5万只鸭一齐奔赴关中，以鸭军对抗蝗灾。这蝗虫对人来说乃是灾难，对鸭来说却是大餐。活阎王啊，真是个活阎王！对待山谷也是活阎王，现在对待蝗虫也是活阎王。让鸭子将这些蝗虫卵找出来吃掉。裴秀，你还有多少东西是朕不知道的？在朕还小的时候，蝗灾过后，当地寸草不生，民间甚至易子而食。朕深感痛心，此次朕便豪赌一次，采用裴秀的法子，以生物防治试一试，一切后果朕一力承担。这才是有魄力的君主，我跟对人了。裴秀，朕封你为瓢鸭大将军，率领鸭军赶赴关外，解除蝗灾。李果儿随行监督。臣领旨。皇姐，我不去。这是圣旨。臣遵旨。老太太，快点儿！真是老太太上床，磨磨唧唧。催什么催啊！你一个票鸭大将军，还敢指挥郡主了？赶紧的吧，路上别掉队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这次可是做好了准备的，你别想非礼我。我操！我操！怎么还锁上了？瞅瞅吧，除了这把钥匙，谁都别想打开它。有病就去看郎中，像你这样的货色，给我钱我都不要。你找打！这不关我的事啊！这我可怎么上厕所呀？到了，前面就是受灾的下吧。终于能一展拳脚了。我可是带着笔，你的所有蠢事我都会记下。那拍铁裤裆要是被鸭子吃掉的事，真是天下独一档。我也会让女帝知道。你住嘴！哎呀，京城的救灾队来了吧？下官吴远恭迎将军。吴远是吧？哎，对，大人从京城而来，咱县的救灾粮有没有一定带来呀？咱县都揭不开锅了呀。没有。啊！哎呦，大人，您这也太客气了，带了这么多只鸭呀！大伙儿吃鸭了。等等，这些鸭子不是给你们吃的，这是我抗蝗灾的法宝。哎，这能行吗？行个屁呀！就他这纨绔个性，还赈灾呢。蒙武、吴元将这5万只鸭分布到全县，吩咐下去，不准吃鸭。我要让他们在3天之内把所有的蝗群吃干净。是。你这法子要是能灵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我说郡主大人，你就是个陪行的，话怎么这么多？你是不是见不得我成功？我要是把平原县的蝗灾处理了，你又当何自处？解决蝗灾，就凭你票鸭将军，就凭你这5万只鸭，笑死人了！你要是真的能行，我李果儿拆了铁裤裆陪你1夜7次又何妨？你要是输了，你就进宫当阉人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大人，
5万只鸭已经分散在全县，目前正在吃蝗虫，还要虫卵。你看，天上的蝗虫都少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保持下去，争取今天把全县的蝗虫吃干净。不是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你的想法过于自恋，过于武断，这不过是你凭空臆想出来的馊主意罢了。啊？有意见？最迟也就1炷香，这县令定会来向你报告噩耗的。真的假的？鸭大人，不好了！鸭大人不好了，你的鸭群都不动了呀！你说什么？鸭大人，你看看，鸭子吃饱了，它都躺在那里不动了，怎么催它都不吃呀？看来鸭的肠胃比我想象的更重要。哎，鸭大人，咱们败了，咱们败了呀！丢人现眼喽！哎，我何曾败？洪武，拿米来。是。哎，鸭大人，咱们县都快断粮了呀，拿米做什么呀？看好了，再看你也不过就是一个失败者，一个即将要进宫的阉人喽。洪武，倒米。哎呦，鸭大人，舍不得，这可舍不得呀！蝗虫会来吃的呀，还是以保住米为主啊，大人，大人。继续倒。这，哎呀，这，哎呀，大人，蝗虫来了呀！大人，蝗虫来了呀！裴秀，你要输了，以后就是阉人裴秀了。输？我这辈子都没输过。洪武，米里倒油。是，大人。大人，这马上就没了呀，一会儿就没了呀。退下吧，我来处理。是火炬！什么？这不可能！烧死透了！学好了，这叫火烧赤壁。哎，大人，这把火烧死蝗虫无数啊！太厉害了，大人，这火攻之计真是神来之笔。是啊，烧死加吃掉的，你们县蝗虫已经解决了，你们可以种庄稼了。无缘谢过大人，大人之恩德，无缘永生难忘。不客气。谁叫我是调鸭大将军，带着我的鸭鸭军团回京师，给女帝报喜。是。哦，对了，李果儿，一个唾沫一个钉，一夜7次，怎么说？我晚上再说。晚上说。果儿，新郎来了，我今天必须要了你，你必须是我的。听说你和魏支书已经退婚了啊？退婚了，不过那娘们儿好像最近有些后悔。不应该是解脱了吗？远离了人渣。像我这样气大活好的，哪个女人舍得离开我？人渣！到底来不来？都到这儿了，就别装什么矜持。瞧你那猴急的样，想必也是没吃过好的。我李果儿输得起，用不着你催。这是铁裤衩的钥匙，你自己来开吧。看我今天怎么破了你的铁裤衩儿！我操！我操！你是男的！你是男的！
我也气大，而且活儿更好。继续啊，你不是要一夜7次吗？随你。有病啊！神经病啊你！你是男的？不对，你等会儿，那当年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男儿身这个身份，本来是要瞒到我皇姐把皇位传给我的那天，谁能想到被你提前给戳破了？哎呀，我皇姐只好将你囚禁5年，就为了瞒住这个事儿。不过现在看来，根本就没这个必要嘛。你是一点都不知道啊！人家长得也不像个男的。西汉张良知道吗？男生女相，这不过是一种病罢了。都他妈哥们儿！所以说，你从小雄性激素不足。你还是拿那个女性的声音跟我说话吧，我实在受不了。哎，好呀，哥哥，逗一你。哎呀，谁来救救我啊！不过你男扮女相20年，你图什么？我父皇走得早，我先前啊是有6个哥哥的，都没能活到30岁，都被李义府买通太医给药死。直到我姐姐这个女流上位之后，她才肯放过我们武家。这么说，你是为了活命？那你真名叫什么？我的真名叫我过。只有彻底扳倒李义府，这场战斗才算结束。祝你成功，我有事先走了。裴秀，哎呀，干嘛？我要你助我登基。那您给我什么呢？金银财宝、裂土封王，甚至是我姐姐，我都能送到你的床上。你姐还没你漂亮呢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也想当个皇帝玩。你再说一遍。威胁？你想干什么？你要说你想当皇上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睡你？我让你身败名裂。疯了，咱俩星座不合适。可以合适。我呀，可进可退。大姐，不，大哥，我错了。你当，给我不当了。你这个人嘛，人虽然挺混的，心也歹毒，但我算是看明白了。你吧，是有点小聪明在身上的，我就收你做个小跟班，跟在我身边吧。你好自恋哦，我跟谁混都比你混得好。山雨欲来风满楼，蝗虫之争之后，朝政你是躲不开的。哎，你就选吧，我姐姐跟李猫，你选谁呀？哦，对了，这李猫想杀你，可不是1天2天的事了。我言尽于此，我也该走了。赶紧走。京城见吧。我呀，期待你的表现。赶紧走，赶紧。我靠，太棒了！还好我大一点。陛下，受灾县传来消息，蝗灾已解。什么？才2天，蝗灾县被解决了？哼，这不可能！蝗灾自古以来就无人可解，就凭他裴秀那些鸭子就把蝗灾解决了？不止啊！我听说裴大人用米打窝，把数千万蝗虫收了个干净。这绝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太子，怎么就不可能？裴大人到！参见陛下。裴秀，你当真解决了蝗灾？区区蝗灾何足挂齿，况且还有果儿郡主相助，自然是手到擒来。陛下，裴秀虽然品性不佳，但确实解决了蝗灾。传朕赦令，升裴秀为兵部侍郎。陛下，
裴秀1个月连升6级，是不是有点不合规矩啊？幼小，你是对朕的决议有异议，还是对朕有异议？臣不敢，只是先帝有言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做什么事都要讲究个章法。章法，丞相，陛下是天下的王，是百姓的王。就算他现在把我招到后宫，让我当男宠，我也无话可说。丞相，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？好了，都是朕的股肱之臣，此次救灾，裴秀和果儿都立有大功。果儿，朕许你向朕提个要求。陛下，臣愿嫁于裴秀为妻。我不愿意。陛下，我与裴秀的过往纠葛，大家都是听说过的。我们既然已经有了夫妻之实，裴秀，难道你不想给我个名分吗？不给就是不给皇家面子。这个臭婊子逼宫我！裴秀，你意下如何？陛下，臣愿意娶郡主为妻。多谢陛下，我与裴秀情投意合，郎才女貌，我们以后一定会是神仙眷侣的。好啊，好啊，老夫正好准备彩礼。准备你个头！哼！这郡主怎么回事？她不应该是我的盟友吗？怎么去了裴秀那里？陛下，这婚姻嫁娶可以暂放，如今蝗灾刚过，百业待兴，朝廷急需要一笔赈灾款。也好，传朕手谕，从国库拨1000万两给百姓。陛下，如今国库已经空虚，已无银钱可发。国库空虚，饶你是女帝，也甭想做成一件事。李茂，国库没钱是你的责任。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。这内廷的开支、官员的俸禄、水利的修建、边军的武备、赈灾的粮草，哪个不需要银两？如今国库空虚，已经濒临破产。你身为丞相，国库没钱了，你不想办法开源节支，搞什么拆东墙补西墙？你对得起这身官衣吗？朝廷的税收都是有迹可循，你想开源节流，想让老夫强行摊派，引发兵乱吗？你不行就别找借口。哈哈哈！500万两，你行你上。好，我行，你怎么说？好，如果你行，我就辞去丞相之职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好，那你要是做不到呢？条件你随便开。好，那你就自刎以谢天下。好，裴兄，你知道500万两是多少吗？哈哈哈哈！500万两，怕了吧？怕，我会怕你这个老狗。好，想开源节流，再上500万两。好，没问题。10日之内搞不到500万两，我自刎天下。好，裴秀，你可懂经世济民之道？是啊，裴秀，你可莫要再逞强了。我当然知道，而且我还知道这次赈灾，有些人中饱私囊，发国难财。我说的可不是你啊。既然如此，赌约生效。裴秀，别让朕失望。退朝。小崽子，老登子，你说这裴秀能筹到500万两吗？不可能，肯定不可能。他裴秀要真有这本事，早就不是一个小兵了。他会不会去找魏家出钱？魏家虽然有钱，可家产不过100万两而已，离500万两可差远了。更何况魏家闺女魏之书，现在可是我的未婚妻。那他为什么信心十足，敢以性命相拼？会不会是皇帝在背后指使？皇帝？要是皇帝在背后使坏，怎么可能把赌注压在一个纨绔的身上？右相大人，要不我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把皇上……不行，我们还没有掌握军权，现在杀了皇帝，那是自找麻烦。右相大人，您让我联系的外族，我已经都打电话了，就等您。裴秀，听说你跟右相赌约，10天要搞到500万两，你失心疯了？和你有什么关系，崔夫人？我只是订婚，我还没嫁呢。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，你不要妨碍我做生意。喂，裴秀，你是不是要娶那个郡主？那当然，郡主好美，我好爱。我来就是想说，你要是搞不到钱，你求求我，说不定啊，
我可以给你领导钱。不用，我可不是吃软饭的人，看着吧。裴秀，你脑袋没坏吧？不行，你服个软得了，女帝是不会怪罪你的。服软？我会让你们这些瞧不起我的人知道商业帝国是怎么建立的。明日我们天上人间就要开业了，来人，把这些请帖发出去。是。右相大人，这是裴秀送来的请柬，听说是青楼要开业。哼，这裴秀是走投无路了吗？要去开青楼？大人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去把全城的花魁都叫来，去砸他的场子。哼，我看他有什么办法。听说裴秀开了新楼还债，开业还让朕去。是啊，皇姐，他昨天还给我培训了，我都没脸见人了。这个裴秀到底想干什么？明天去一趟吧。行啊，皇姐。你看看这邢台的店，大的牌子砸了不少钱呢，看得可清了，真气人！嫂夫人请的假，咱们一起去吧。你看看，天上人间，没见过这样的瓜，但是人前带我去尝尝陛下，一看就不错，请随我来。走走走走走，去看看。我们也去看看，我们也去看看，走吧走吧，行，进去看看。这天上人间看起来很普通。裴秀，我是看在我们的旧情上，才想着劝你帮你。今天来了这么多宾客，开工是没有回头箭的。你要是赚不到钱，右相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我自己的事，你紧张什么？你就当我没说过这句话吧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各位贵客，今天是裴家之子裴秀，天上人间开业的大日子。我作为丞相，简单说两句。这老王八来搅局了。你们看这天上人间啊，装修普通，门头狭窄，既无美女，又无特色，更无音乐。告诉大伙儿，就算了吧。啊，正好他开业和关门是同一天啊！老秃驴，你在讲什么呢？哎呀，裴公子，我这不是怕你年轻叫不来太漂亮的姑娘吗？啊，这不是我把春燕楼的姑娘都叫来了。大人，官人，好长时间没见你了。快来呀，快来！不错，是不是都忘记我了？你们满意吗？满意。过来我们店坐坐呀。要不跟我去春燕楼如何呀？好！右相这招砸场子，还真是打蛇打七寸。毕竟这美人谁能不爱？裴秀完了，这次开业真的砸了，我还是凑点钱去。走，那就去春燕楼。好了，右相，我好心好意给你发个请帖，你就这么报答我？我又不是来拆你的台的。说句实话，你这儿的装修就是简陋啊。再说，你这儿能有什么表演啊？我这儿还没有开业呢，来宾还没有进场，你怎么就知道不豪华没节目呢？全城的花魁都在我的手上，而你耍猴，你就没那个实力。哦，原来右相大人有备而来。我就是为了来吧，既然他没有什么表演节目，就让他退票吧。退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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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00万两啊！年轻人，你败了。这美人计，裴秀是输定了。难道我真的看错人了？裴秀这个大笨蛋，还不如听我的呢。哎，右相大人，
你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？太早了，我还觉得有点晚呢。我特别期待看到你落败的样子。退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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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，请稍安勿躁。可不可以给我一首歌的时间？真漂亮！竟有如此动听的音乐，太好听这里果然竟然成武艺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把手举起来！来人，倒酒，5两1瓶。裴公子，天上人间还缺人吗？我们太喜欢您的氛围了。对，让我也学习这首曲子吧，这可比二胡好听多了。签合同，以后你们就是我的姑娘了。来，去陪客户吧。裴秀，你真是让人惊讶呀！总觉得心里缺了什么。殿下，你放心，摇滚一响，黄金万两。姑娘们，把小费收起来，1个小时50两。用了什么妖法？这声音怎么这么大？老头，你那套过时了。啊，把它给我插出去！这个，我是丞相，你他妈又敢插我！给我等着！管你是谁，走！拜拜。来，我们来玩。好。这可是来嘛！擦玻璃，擦玻璃，擦玻璃，擦玻璃。流星夜划破那夜空。去喝酒。敬我们无疾而终的婚姻。喝！站家不过！站家不过！站家不过！裴秀，我们是不是结束了？到此为止了，没以后了，再也不见面了。啊！说这些干什么？喝酒。嘿嘿，走，我们跳舞去。好。
你是平安郡主的驸马，怎么可以亲别的女人？什么驸马不驸马？吴元华，我们来转圈圈，转圈圈，转圈圈。真荒唐，但是感觉挺好的。哇，昨天发生什么了？来人！裴公子，昨夜天上人间营收入8万两银子，简直是天文数字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我操！昨天我好像强吻女帝了。女帝他们什么时候走的？女帝大人昨夜用剑在您衣服上插了3个洞。那他的意思是我该死3回？稀饭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这么多花魁，唱不过一个裴秀，饭桶！大人，息怒大人。裴秀昨天赚了多少两银子？报告大人，据说有8万两。8万两，比500万两还差得远呢！再探再报，不能让裴笑再赚到1分钱的银子。是。对了，昨天你的未婚妻都让人亲了，你就不管管吗？啊！魏支书这个臭女人，竟还想着嫁入裴家，榨干他家族的价值，我定让她万劫不复。当务之急是要先搞死裴秀，这次摁不住他，下次可就难了。大人，听说他下一个计划是要搞拍卖。搞拍卖？哼！文玩、字画、古董，哈哈哈哈！他还嫩了点。大人，他好像不卖这些，好像要卖什么新东西。新东西。各位老板，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大叶托拉斯股东招募大会。裴大人，这大叶托拉斯是什么玩意儿？我们大叶托拉斯是一家研发、生产与销售集体的综合性商号，主打一个垄断。什么是垄断？垄断就是我们大叶托拉斯自己生产的产品，只有我们自己卖，不允许任何人买卖。谁说不许卖的？这是谁呀？见过他吗？你有什么资格？你敢讲这种？真是大胆！盐铁专卖，乃是皇室独有。谁给你的狗胆敢与皇室争利？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卖盐铁了？你不卖盐铁，你拿什么专卖？参见陛下。免礼。谢陛下。今日听说有拍卖会，就来看看。你们随意。我们自己卖自己研发的产品，犯法吗？裴秀，都有什么好东西？快拿出来，让大家开开眼界吧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展示我们第一件产品——昊天明光镜。与铜镜相比，它有过之而无不及，纤毫毕现，晶亮无比，世所罕见嘛。此物造价3两，一面售价30两。我要10面，我要50面。不要着急，接下来看我们第二件产品。此物是男人的天堂，名为安全套。风花雪月，夜夜新郎，远离花柳，没有私生子。安全套为你保驾护航。这东西我想要，这个东西成何体统？这东西也拿出来展示了，如此之极，这可是好东西呀，实用啊！好东西。此物成本30文，售价150文。接下来我们展示我们第3件产品。俗话说，老婆心情好，男人日子过得妙。此物名为香水，是女人最爱的东西。雕虫小技。能有香囊好用？这香水清新淡雅，沁人心脾呀。这东西倒是魅惑天成，若涂在我身上，裴秀，你一定爱不释手了吧？此物成本价过100文，
售价30两。这300倍的利润太贵了，就这么贵，这也太贵了。我们第4件产品，玻璃。各位老板，此物名为玻璃，用作窗户，可遮风挡雨，可以让房间的光亮如室外。用它填窗，可以春看花月，夏沐凉风，冬听曲。这难道是水晶？这位老板有大智慧，连水晶都有。家家都需要玻璃，这可是桩大买卖啊！裴大人，这么多好东西你不卖给我们，你喊我们来做什么？就是啊！各位老板，今日把你们聚在于此，我是想给各位一个发财的机会。发财的机会？什么发财的机会啊？我们大叶托拉斯，皇室占2成干股，我占4成的技术股，剩下的4份分成40份，每份200万两，大家可以自行购买。200万两，你怎么不去抢啊？就是200万两一份，这猴年马月能赚回来呀！你那心太黑了，可不是。大家稍安勿躁，我给大家算一笔账。那我就拿我们2号产品安全套为例，一个人若平均一天用1个，1年有365天，那就是365个。一个安全套的利润是120文，从一个人身上，我们大叶托拉斯就能净挣50两啊，有道理啊。这50两也不多呀。别着急，我们大叶有6000万人口，若按成年男女的比例占1%，大叶托拉斯1年就能净赚3000多万两。如果你占有股份10%，那就是3亿两的纯利啊！我们就按3000万两来讲，你们1年就能分到30多万两分红。我们还有2号昊天明光镜、玻璃，还有香水等其他。你们想想，你们1年能分多少分红？那这1年挣个180万两的，轻松了了啊！那你们现在算算，200万，你们还觉得贵？不贵不贵，1、2年就赚回来了。你这么一算，我倒觉得还真不贵啊！是啊，这裴秀还真是好手段。裴秀，我觉得这太亏了，应该加价。这个价格根本不赚钱，我只是想跟各位交个朋友。诸位，赶快报名，过时不候。我报名！我报名！我报名！你们报名之前，都先给我想想后果。这位崔公子，你是要妨碍我的拍卖吗？是又如何？我可是丞相的人，今天谁要敢买裴秀股份，好好想想以后的日子。京城很大，但有时候也很小。到底厉害呀！就是啊，这不是得罪了丞相，就是有命挣。他也没命花呀，不是？就是啊，左右为难。韦浩，你可知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啊？那又如何？不过是几个低贱的商人而已，还不是要靠光管事？他们能拿我怎么样？崔浩，我也送你一句：做生意如果有100%的利润，商人就会冒着绞头的风险；如果有300%的利润，他们就会践踏人世间一切的法律。他们敢！做一笔生意有几千万两，拿出几十万杀一家人，很划算。确实高啊！乾坤，谁敢？丞相他有几个师？列位，我裴家边军10万，我不着急，你们琢磨琢磨。两边一个户部，一个兵部，都不好惹。与其怕得罪丞相，我更怕穷。我选裴家，2口银子。你上吧。我买3份。这份烂命一条，大不了同归于尽。我买2份。对，大不了同归于尽。我买15份。我买60份。我也要买。我反了你们了！结算如何？裴秀把公司变成股份卖了，我们一下子有了8000万两。这数额如此惊人。每逢大事要有静气，区的几千万两银子，至于让你们这么激动？朝廷1年的收支不过3000万两，还有一大半都是粮食。你这一下就搞了8000万两，这让那些户部官员情何以堪呢？基操而已。裴秀，你这些钱打算怎么花呀？当然是买地娶老婆，要不我包养你。我跟你说正经的呢。首先要拨款赈灾，其次
要给禁军、边军嘉奖，剩下的钱召集老百姓修路铺桥、开工厂。那接下来你有何打算？赈灾嘛，重中之重，而且还需要长线扶持。至于其他的嘛，俗话说，当兵吃粮，卖命拿饷。大部分的人当兵就是为了吃粮拿饷，给禁军和边军嘉奖，这样他们会心系于陛下。加军饷的确是巩固军心的好手段。想要富，先修路，路修好了，各种物资就流动起来了。我这就征发徭役，修路铺桥。No， 取消徭役，要全面有偿劳动，按劳分配。有偿劳动，你的意思是给劳工发俸禄？裴秀，你疯了吧？有偿劳动，这得花多少钱呀？就算我们大爷托拉斯再有钱，这也扛不住呀。铁裤裆，说你笨你还蠢，你也觉得我疯了？没有，只是第一次听说，有些震惊。你应该还有其他想法。自然，这叫经济流通。老百姓手里有钱了，自然会消费。到时候我们只要建一些吃穿用行的商行，钱自然又回到我们手里。钱只有流动起来，钱才能生钱，老百姓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。有道理呀，这花不出去的钱就跟擦屁股的纸一样。此乃利市利民之举，自然。此次你胜，这李义府你打算如何处置？李义府爪牙遍布朝野，不能把他逼太急了。不过，我会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。老秃领，500万已赚到，你是不是该让出相位了？裴秀，你这些都是民脂民膏，你坑蒙拐骗，强迫那些商人入股，这算不得什么本事。你说我逼迫商人，有证据吗？这还需要证据吗？你的那些股东不是皇家就是军队，如果那些商人不出钱，他们会走得出天上人间的大门吗？对，商人肯定是走投无路，才迫不得已出钱。这就是巧取豪夺。裴秀，有句话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？哪一句？耳奉耳禄，民脂民膏，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。你这么做是要遭报应的。丞相，我遭不遭报应不需要你操心，你还是操心你自己的丞相职位吧。对，右相若是出尔反尔，那可是欺君之罪。陛下，臣请辞去丞相一职。既然丞相言辞恳切，那朕便准了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这些年，大业在丞相的治理下日渐强盛，切莫因一句玩笑话，让大业失去擎天之柱啊！右相夙兴夜寐，尽心尽责地辅佐陛下，有功于国。若因一个赌约罢免丞相，会寒了百官的心。恳请陛下收回成命，请陛下收回成命。诸位臣公所言不无道理，丞相实心用事，赤诚为国，朕若弃之不用，实乃朝廷的重大损失。裴秀，你可否看在朕的面子上，放丞相一马？陛下。人无信不立，业无信不兴，国无信则衰。身为丞相，又是百官之首，出尔反尔，食言而肥，朝廷信誉就会扫地。裴秀所言有理，这可让朕如何是好啊？陛下，朝廷不能没有丞相，请陛下三思啊！请陛下三思。你们还真是齐心啊！启禀陛下，突厥九皇子鄂氏大图率敌军50万来犯雁门关，他扬言若我们不投降，他便剑指诺京。退下。是。祸事来了，就是你们裴家连年攻打突厥，现在人家报复来了。丞相大人的意思是，突厥攻打我雁门关，我应该缴械投降吗？哼，我可没说。陛下。攘外必先安内，当务之急是必须留下右相，否则大业未战先乱。裴秀，你的意见是？陛下，丞相可以留下，但微臣有一个条件。哦，什么条件？陛下，丞相年老体衰，精力有限，处理政务力不从心。胡说！老夫虽然年迈，
但也是龙精虎猛，精力十足。那你就辞去丞相一职。好了，你们不要再吵了。裴秀，继续说你的法子吧。臣建议建设5名内阁大臣，辅佐陛下处理政务。不可，内阁大臣的权力和老夫的权力一样，那样将政出多门，百官到底听谁的呀？内阁大臣只有议政之权，讨你处理意见，以供陛下决策之用。丞相上承天子，下统百司，两者皆无重叠。既然如此，这个条件朕有了。现在议一议如何应对突厥大军吧。突厥要战，我们便战。我大业绝对不会输给突厥人。臣反对！匈奴骑兵个个精锐，士兵更是英勇善战。一旦战火一起，百姓必定生灵涂炭。臣以为陛下派使者求和，此为上策，请陛下三思。臣等复以议，请陛下三思。裴秀，你的意见是？臣以为谈也可以谈，但要做好两手准备，必须调集精兵强将，做好战斗姿态。万一和谈不成，我们也可以抵御突厥人的进攻。好，裴秀负责调兵遣将，右相负责遣使和谈。遵旨。气杀我也！气杀我也！裴秀小人城府极深，断不可留。对，必须除掉他。区一个纨绔，也敢跟外公作对，绝不能让他活着继续嚣张。你熟悉裴秀，你说用什么方法对付他？裴秀这人做事让人琢磨不透，要杀他必须偷袭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具体说说。裴秀虽然被陛下赐婚郡主，但其实他心系的人是魏支书，两人早就暗通款曲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将魏家抄家，把魏支书绑了，然后放话让裴秀来救。你的意思是劫杀裴秀？此为连环计。若裴秀来救，便在半路将其劫杀，即使劫杀不成，也能证明两人早就有奸情。到时候他名誉扫地，满城皆知，郡主定要问罪。若是他不来救呢？那我们就把魏支书杀了，让他祭奠他的爱人。在这里啊，等一下。裴秀，这内阁到底有什么用呀？哎，丞相上承天子，下统百司，权压6部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在所有的百官当中，他可是半个君王。的确如此。若是他没有野心也就罢了，若是有野心，轻则把持朝政，重则改朝换代喽。史书之上，权臣废立天子，篡位比比皆是。可这跟内阁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就属你最笨，铁裤裆。内阁新建，内阁阁臣可以分解丞相的职权，他们互相监督，谁也做不了老大了。可你在朝堂上说，这内阁只有议政之权呀。我说他笨，他还不信。内阁新建，阁臣不了解丞相的职责，上来夺权，朝廷可不就乱套了？若操之过急，李义府很容易被逼上绝路，很容易狗急跳墙。姑爷，大事不好了！姑爷，回家小姐被土匪给绑架走了，他们说指名要你去。什么？天子脚下竟有贼人如此大胆，敢保卫之书，点名要裴秀去。皇姐，这事儿不简单呀。简单，冲我来的。求姑爷救救我家小姐吧！知道了，下去吧。裴秀，你快去，把支书好好带回来。皇姐，这魏支书可是裴秀的前未婚妻呀。哼，好歹也是我前女友吧，我这就跑一趟，把她带回来。孤儿，去调集禁军，全力协助裴秀。不用，同我去天上人间调人。你们是谁？快放了我！我可是魏家千金。嘿，什么魏家千金？不过是个婊子、荡妇。你要是敢杀我，我爹和陛下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本少爷今天心情好，劝你给我老实点儿。我不跟你们这些强盗土匪计较。洞中品茶，别有一番风味啊。土匪还附庸风雅，傻逼吧？别不识好歹啊！我问你，你跟那个裴秀搞过几次了？
你不会是崔浩吧？什么崔浩？你怎么敢攀扯有颜又有才的崔大人？除了你崔浩，我想不到绑架还要品茶的第二个傻逼了。我操，真的是你！这个贱人，魏之书，你明明是我的未婚妻，怎么总跟那个裴秀攀扯不清呢？你这是污蔑！何况裴秀已经娶郡主了。我都看见了，那天在天上人间，你们两个干柴烈火，真是不知廉耻！你竟然偷看！贱人，贱人！爷爷，我来了！裴秀，你来救我了！放心，有我在。裴秀，你竟敢无视我！怎么会呢？在这里看到举世无双的崔公子沦落成为土匪，挺有意思。别以为你有点计谋，今天就能全身而退。别废话，我们不熟，有屁快放！把公主丢掉，快点！还有身上所有武器，全丢掉！知我者，崔浩也。这么多，都藏哪儿了？裴秀，你竟然把武器全丢掉了，你是不是傻？裴秀，还算你识时务。好了，快放人吧！哎，站住！好，你千万注意啊，注意一点，别伤到自己手了，崔宝宝，我会心疼的。闭嘴！我又不是女人。裴秀，他好像也喜欢男人。闭嘴！救我，裴秀！再敢羞辱我，我就杀了你们这对奸夫淫妇！崔浩，你放他，我放你。放我？就凭你？我今天就要撕破你们的奸情！说，你是贱人，你是荡妇，你跟裴秀你们两个早就搞。就几个女人啊，还千军万马，不自量力！裴秀，你还是先走吧。崔浩，他是不会杀了我的。闭嘴！今天你们两个都得死！姑娘们，你们被小看了哟。都说了，越动天地。你要敢杀我，我去杀了他！崔浩，你已经穷途末路了，快放了我！闭嘴！龙武，你们先退下。是。崔浩，敢不敢再和我比一次？就这刀。裴秀，你手无缚鸡之力啊！当然了，崔公子，你要是害怕再输一次，就当我没说。不会输的，受死吧！背后搞偷袭，你算什么英雄？古代人都这么实在吗？自重。裴秀，你装什么装？那夜，明明我们一夜风流。
我本想忘记，只当是一夜风流，但是现在我不管，我决定要嫁给你。可是我有郡主了呀。大不了我就跟郡主做姐妹嘛，我不管。你要是不娶我，我就自杀。好，我娶行了嘛。但是现在，我先带你回去见陛下。好。丞相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消息都散出去了吗？难道事情有变？消息都散出去了，崔公子他被打死了。裴秀，竟敢如此！丞相莫恼。是谁？竟敢擅闯丞相府？不是丞相相邀，共商大事。退下。是。郡主，请上座。丞相派人送来此物，是为何意啊？这裴秀身为郡主的驸马，居然和魏支书通奸，而且还和陛下有染，您就不恨吗？我如何不恨？我真为您感到不值啊！这陛下为了避嫌，才将裴秀许给郡主，您这一生的幸福，可都毁了。丞相莫要再说了，我一介女子，又能如何呀？女儿身又怎样？当今的陛下不也是女儿身吗？那丞相的意思是？我祝您夺大宝，杀裴秀，废女帝。听见没有？杀裴秀，废女帝。你还有脸笑？知道了，让他杀。这边，我爹爹也收到消息了，应该就在这几日了。没错，裴秀外调练兵的折子已经到皇姐的案头了，一会儿回去就批。皇姐，你怎么也这么风轻云淡呀？这不有裴秀在？没错，有我在，你怕什么？这李茂计划周全，你到底有没有应对计策？那就要看你的意思了。孤儿，隐藏的够久了，是时候肃清朝堂，公布真相了。皇姐，你的意思是？你放心，裴秀会帮你的。没错，没错，该你努力了。我们三个把日子过好，比什么都重要。你，亏我还感动了一下。皇姐，我定不负所托。加油！我也要回了，把支书借我。哎，这就走了，留我一个孤家寡人啊！好啦，裴郎，早日回京，等你哦。走吧。过关费2000两，给钱给钱。哎呀，陛下，你也太会玩了，我不跟你玩了。又撒娇，不玩这个，想玩什么？他们来了，好讨厌！放肆！竟敢直闯女帝寝宫！陛下，臣有要事启奏。哦，是什么要事，能让丞相和郡主青天白日带兵直闯朕的寝宫？臣以大业右丞相之名，恳请陛下退位。臣平安郡主，请陛下禅位。你们竟敢逼宫！真是朕的好妹妹，是朕要禅位于你吗？我当为帝。没错，平安郡主乃皇室血脉，体恤百姓，不徇私情，当为新帝。我知陛下不惧生死，可是这未知书的命你也不管了吗？朕还有裴秀，你们当真
无所顾忌吗？裴秀不会来了，他已经死了。果儿，已经如此狠毒。陛下，救我！够了！我知陛下仁慈，那就请陛下赶紧写下禅位给平安郡主的诏书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地方还没有进士呢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难道早就取消了？肃静，肃静！陛下有旨，朕近来忧思，深感德不配位，即日起便自行退位，禅让于平安郡主，视为新帝。怎么可能？这好端端的，怎么会上位？肯定是矫诏，荒唐！这是陛下请功传出来的诏书，怎会有假？陛下呢？我们要见陛下，我们要见陛下，我们要见陛下。臣领旨。丞相不能接啊！此事定有蹊跷。没错，陛下都未出现，不会是遇害了吧？这的确是陛下的手迹，各位不妨验一验。哦，裴老将军，要不你先勘验勘验吧。这诏书，你可要看清楚了。吃屎了吗？嘴这么臭乎？是陛下的手迹，没有错。确定是陛下的手迹无疑。你最好配合我，不然你的儿子裴秀将死无葬身之地。哼！裴将军，这老毛敢威胁你，咱不跟他闹。我儿子说了，今天的主角是他。什么？跟咱们的人说，不要抗拒，迎接新帝。可是什么可是？我儿子说的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丞相，确为陛下手迹，大印已完好。既然确认无误，那么我们就有请新帝登基，恭迎新帝登基。好啦好啦，别装了，我这老胳膊老腿的，没被裴浪折腾坏了，倒是被他们绑架坏了。大不了下个月我多让你2天好了。真的是憋死我了。不过这过儿的演技倒还是不错。裴秀，诏书已写好，过儿应当登基。你与支书同去，我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。驾！好。花位何在？在。速去倾道。是。走，去看戏。陛下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平身吧。谢陛下。臣愿效犬马之劳。丞相大意。臣应该这样做。朕今日新帝登基，不知各位可有异议呀？现今大喜，朕金口玉言，不妨。若错过时机，失言，便夷三族。陛下恕罪。那就是皆以我为君，可对呀？为陛下马首是瞻。好，吏部司马张培德行有亏，贬潮州县令；礼部司马许节贪污受贿，革职抄家。至于刑部，暂无人看管，交于裴秀掌管。陛下，这不可呀！这都是我的人呀！李果儿竟然倒戈！陛下不可，我们可都是朝中元老，怎能说贬就贬，说杀就杀？丞相，你说句话。陛下，难道你刚刚登基就要卸磨杀驴吗？
丞相刚刚不是还说要为朕马首是瞻吗？那也是要建立在陛下的圣贤之上。陛下如此不顾体面，难道是想鱼死网破？李茂，你又在这胡言乱语！陛下可是你亲手扶上龙椅的，那又怎样？臣认为先帝愚昧，不堪为君，只有丞相当配帝位。臣请丞相登基。李茂，你竟然想谋反！哼！丞相，你竟还有如此之野心，朕当真是小看你了。你一个女人，要是乖乖听话，就让你多做2天皇帝。可是你竟然偏偏如此叛逆。我等自当跟随丞相。李果儿不配为君。武安侯裴简何在？朕说，失言夷3族。原来你是个男人。这么多年竟无人竟然是男人，哟我去，儿媳妇变儿婿了。既然你是男人，那就更由不得你了。禁军何在？丞相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原来你留了后手了。到我了，裴秀何在？臣恭贺新帝登基。裴秀，你不是死了吗？尸体都他妈埋了。小意思，小小障眼法而已。老匹夫，竟敢挟持我！丞相真是好谋算，可惜棋差一招。好活，你们竟敢串通起来诓骗我！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，两地同台，该如何抉择？皇姐，我朕武元华在此，禅位于先帝亲子，你过不了。是先帝的儿子，不可能！先帝之子皆亡，你这是要混了皇室血脉！丞相，你是不是忘了当年侥幸逃脱的淑妃？我便是先帝淑妃之子。过，这些年为了逃避你李氏一党的追杀，不得已改头换面，男扮女装，都是拜你所赐。李丞相，你亲手将皇子送上了龙椅，当居首功啊，真是慧眼如炬啊！我李茂精明半生，没想到居然败在了你们这些小人手里。传朕旨意，李义府残害皇家血脉，带兵逼宫，一同谋反，凌迟处死，诛九族。我早已将边关的地图交予突厥了，宁为玉碎，不为大权。话真多。李义府该死！过儿，为君者当稳重。陛下放心，前线已经做好兵力部署，只待迎战。武安侯裴简，臣在。速速点兵，赶赴边关御敌，保佑我大好河山。臣领旨。裴秀何在？臣在。赐裴秀尚方宝剑，先斩后奏，肃清李氏余党。OK。哎呀，裴郎，哪儿去啊？跑什么啊，夫君？我错了，两位老婆，没劲了。那是你能力不行啊！不行，你今天必须把我俩给伺候好了。元华说的对，小人与女人难养也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时候不早了，时间也不多了，我肯定努力卖力。这还差不多。来吧，来吧你，来吧。我可以的。圣旨到，裴大人接旨吧。起来吧。
什么旨啊？看不见本王这么忙吗？你总结一下。裴大人，升你为丞相，11万担，然后与五公主和魏小姐一同成婚。升官发财娶老婆喽！来吧你！夫君。